各位网友，大家好，今天是2021年1月19号，星期二，欢迎大家参加王健每日观察直播1的节目。我们今天的题目是从郑爽弃养到市委书记打耳光，看当今中国社会的众生相那么有两个新闻，其实我还有一篇文章我等一下会一起讲。先说这个郑爽代孕弃养的事情那么在这件事情之前我都不知道郑爽是谁。那么因为昨天有网友问我这个郑爽的事情你怎么看那么我才去看这件事情那我总结一下女主角就是这个女议员郑爽，男主角是男议员张恒那么事情的经过是这两位议员2018年谈恋爱然后秘密结婚之后呢，他们就请了一个代孕然后去美国生小孩，结果代孕生了一个双胞胎那么现在的情况是张恒在美国在这个叫什么这个内华达州在内华达州带这两个小孩，然后郑爽跟张恒结果后来又分手了。现在其实引爆这件事情的是什么呢？就是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是郑爽不愿意去美国办手续签字办手续，然后张恒就把这事给爆出来，然后被挖出什么呢？挖出当初他们一家子在一起讨论这个孩子怎么办的问题，因为两个人分了手之后，但是孩子已经有了已经请人代孕从这个录音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这个孩子代孕时间已经有7个月7个月，然后这一段就是张恒的父亲和这个郑爽的父母一起，张恒的父母跟郑爽的父母加上郑爽5个人在一起，就是谈关于这个孩子的安排的事情。那么这段录音被曝光之后呢，这舆论就开始出来就闹得非常的大那么各界的反应非常激烈这是个很典型的传播学的现象，就是当这个社会公众的焦点来到一件事情聚焦在一件事情之后呢，这件事情会引爆出比原来想象的大1亿倍的效果。那么我们也来谈一下，因为网友昨天问我这个事情，所以我也看了一下，我就跟这个市委书记打耳光的事情一起来说那么这个录音呢，我就看了一下有几个要点。第一个要点就是双方分手了，之后，这个代孕这件事情既然已经怀孕了，而且已经有7个月的时间，但是他们又不想要，就是孩子不想要了，因为两人分开了就两个人一分开，父母就说这孩子就不能要不能要，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怀孕7个月无法流产，怀孕7个月别说7个月3个月都不应该流产那么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处理的方式其实舆论最激烈大概是这个，一个是弃养一个是想办法找人领养等等，反正总之就是这议论这个过程议论非常激烈，大概是这个方向那么舆论焦点是3个方向3个方面，一个就是代孕，另外一个就是弃养第三个就是对孩子的态度那么大概对舆论大概对这3个方面是反应很激烈，我们一样一样来讲先说代孕郑爽跟张恒他们代孕是在美国进行，美国的一些州是合法代孕是合法，那么比如说加州内华达州他们是在内华达州那么当地允许代孕的原因是因为有一些人他因为自身的原因没办法怀孕，他又想要小孩，所以
他当地允许代孕的原因是因为你想要小孩，那你就想办法就是成全你，就这个意思啊。那么当然，这个结果出现的情况是什么？就很多的有钱人，他不是因为自身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想怀孕啊，就去做这件事情。但是既然当地是合法的，那就算是我们看上去没那么合理的理由，比如说像郑爽跟张恒找人代孕，肯定就是因为大家各有各忙啊，不想影响身材，不想影响他的演艺事业，甚至可能不想承受那个痛苦啊，那么怀孕的这种痛苦，生产的痛苦，所以他就不想怀这个孕啊。那么，但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说，他并没有违法。虽然中国是不允许代孕，中国有明文规定是不允许代孕，但是这件事情发生在美国，所以从法律的角度来说没有问题啊。那这个不构成违法行为啊。那么至于说你们有钱你就想干你们想干的事情，这个我觉得这个指责对他也没有道理啊。你挣钱不就是干些别人干不了的事情嘛？否则你挣钱干啥啊？对不对？所以从代孕这个角度来说，他们在美国做这件事情并不违法，这是他自己的选择啊，没有问题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弃养，他在他们的这个录音当中，就是有几次谈到弃养的问题啊。代孕弃养当然不能接受啊，当然这一个是不负责任，第二个当然是藐视生命的这个行为啊，所以鄙视啊，应该受到谴责啊。这件事情是他们在这5个人在一起讨论提到这个弃养这个事情，应该被谴责啊，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就是对孩子的态度啊。对孩子整个的讨论，在整个的这个录音当中，大家自己去查，我就不念了，因为浪费时间啊。整个的讨论是没有一句话是把这2个孩子当人看啊，是包括郑爽从其中有一句话，这反映的郑爽的这个品质是不好的啊。他说这2个孩子7个月了，真的打不掉，他妈的，他说了一句他妈的啊，这个郑爽应该是，我认为他的演艺事业应该差不多了啊，差不多啊，就是我认为社会公众最不满意、最愤怒的是什么？就是整个的聊天的过程，就他们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没有一个人。他们是5个人，没有一个人，没有一句话是为这个孩子着想。这个孩子怎么办？他生下来，他们没有罪过啊！你们把他带到这个世界上来，结果因为你们不在一起啊，分手了，所以你们就不想要他了啊！没有人为这孩子着想，他们的成长，他们的未来，他们的生命。它的价值在哪里？没有一个人提到这一点啊！我认为这一点是最可耻，这是非常可耻。这5个人都值得鄙视。当然张恒现在是在美国带着2个孩子，我觉得张恒这孩子应该表现还是非常好啊，非常好，值得肯定啊。那么这件事情我有几个评价，我们通过这件事情来看，这5个人。在这个讨论的过程当中，反映了这5个人极度自私的品格啊，完全只考虑自己，没有人考虑这孩子啊，这是第一个，极度自私。第二个，这5个人在谈话当中对这孩子的态度，刚才讲这个对孩子的态度，其实呢，我以前在节目当中也说过啊，在世界上这么多个民族当中啊。我认为中国人、中华民族啊，中国人、汉族啊，别的民族我不说，汉族对待孩子的态度是最恶劣的啊，最恶劣的啊，就是中国人对孩子的态度是物化的，
不是人性的，是物化的、功利的，还有冷酷的啊！你近的说什么？你近的说计划生育啊，计划生育干部那200-300万计划生育干部，他们断子绝孙，我经常讲他们断子绝孙，他们对待这个孩子的态度，对待生命的态度就这个样子。你在网上看杀女婴，中国人杀女婴肯定是人类社会当中最极端的例子，所以我非常就是每次我讲的这件事情，我都非常的愤怒，就是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是极其恶劣的。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啊，他们就对待孩子就是不好，从孩子出生对待这个生命的态度，在伴随着他的成长的过程，伴随着中国人对孩子的教育的过程，基本上是人类社会应有态度的反面，基本上是这样，无一可取啊，无一可。我把话说极端哈，就你可以批评我话说极端了，但我不说极端一点，好像没办法把这个道理讲清楚啊，就是这样，就是这件事情其实本质上反映了中国人对待孩子的态度，几千年来都是如此啊，你想一下，一个民族，中国人会易子而食。什么叫易子而食？哎呀，自己吃自己的孩子不好意思，我们换一个吧，我吃你的，你吃我的，这是中国人发生的事情。中国的史书上是有的，有记载的啊，这是中国人。我就觉得这件事情，大家不要仅指着别人，指的这个郑爽、张衡父母这5个人，这不关系到这5个人，关系到每个中国人都要反省，每个中国人都要反省，我们怎么看待生命，我们对待生命的态度，我们对待孩子的态度，我们对待孩子成长的态度是什么？这个我觉得是非常需要指出来。这是第2点。第3点，这2个家庭因为孩子当演员应该还是比较富裕的，但是你可以看到金钱并没有让他们变得和善啊。金钱理论上来说，我们如果脱离了这种生活的压迫，人应该变得更从容啊，更和善。但是你没看到，你通过这番讲话，你可以看到，金钱没有让他们变得更和善，而是放大了他们恶的本质。就算你比如说，我本来说我们有钱啊，我有钱我可以做以前我做不到的事情。我刚才讲，那否则如果不是我有钱能做以前做不了的事情的话，那我挣钱干啥？对吧？我挣钱就是为了做我以前做不到的事情。但是问题是，你做不到是帮助别人助养一个孩子，还是做慈善去帮助那些有困难的人，还是做那些以前你做不到的坏事呢？我发现很多中国的有钱人士，他选择了什么？他原来就没想着干这个事情，什么帮助别人，他就去有钱了，他就做以前做不了的坏事，或者是没那么好的事情。你比如说待遇绝对不是一件好事啊。所以当中国人有钱的时候，他没有选择什么让自己变得更和善，让自己去做那些以前做不了的好事，他往往去干什么？去做他以前做不了的坏事，放大了他的恶的本质。这就是金钱对中国人的意义。所以为什么经常讲中国人为什么会仇富哈？中国人仇富其中有这个穷困的人的问题，但是另外有钱人自己也有问题啊。这第3个，第4个，你看这些对话啊，这些对话里面那透着什么呢？大家去自己去查一下这个对话，残酷啊，一个是残酷，弃养嘛，你说这孩子突然一下没人要了，你多残酷啊！一个残酷啊，一个无情啊，没有一丝温情啊，这就是这冷漠，对生命的这种冷漠啊，大概就是这样啊。这件事情我大概就说这些啊，我觉得郑爽弃养这个代孕弃养这个事情，我觉得不
不仅仅是要看郑爽不仅仅要谴责这5个人，而且我觉得每个中国人都要想一下什么呢？想一下我们对生命、对孩子的态度是不是人道主义的这个很重要，我认为。第二个故事，我们讲讲这个市委书记打耳光的故事署名是济源市上捐的一个网友，1月16号在微博发帖那么实名举报河南省济源市委书记张占伟那么上捐说她丈夫是这个河南省济源市政府的秘书长，济源示范区管委会办公室主任翟伟栋，她丈夫是翟伟栋那么这个帖子是这么说，他说2020年11月11号早晨，翟伟栋和其他市领导在机关餐厅角落里吃早餐然后被这个市委书记张占伟掌掴打耳光那么他说这个事情还引发了翟伟栋的这个心脏病他原文是这样，他说2020年11月11号早晨，我丈夫翟伟栋像往常一样，翟伟栋他用了一个 WD 来代替，我就读出来直接读名字了。与其他市领导在机关餐厅角落里吃早餐，大约7点45分，张占伟在服务员带领下走进餐厅，翟伟栋欠身向张占伟点头致意。张占伟在自己的座位坐下后，突然又站起来，手指着远处的翟伟栋，大声地问：“你是谁呀？谁让你来这儿吃饭的？”张伟栋大惊，立刻起身解释说：“书记，大家都在这儿吃饭，我也一直在这儿吃饭呀。”张占伟立马质问：“你是副市长吗？你是不是把自己当市领导了？你有什么资格在这里吃饭？”张占伟随即大手一挥，指到服务员把这人赶出去。于是这个翟伟栋赶紧把手里剩还没吃完的小半碗饭放下，小步跑到书记旁边，继续向书记解释。这个帖子就说，他说令翟伟栋做梦也没有想到的是，张占伟根本就没有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举起右手狠狠地打了一记响亮的耳光。这个帖子很长，我就不读了我觉得主要的关键是这几个部分然后这个帖子呢，在网上就疯传引起网络就很大的反响。然后济源市委呢，主要负责人就回应说呢，这个帖子与实际的情况稍有不符。说负责人说事发的机关食堂平时多为非济源级领导用餐地非济源级，济源市济源级的领导用餐。事发的时候，翟伟栋在此用餐时被张占伟质问，然后翟伟栋出现过激烈语言和行为，引发了争执和冲突他的意思就是说，这个帖子呢也不全是帖子讲的那样。他说中间是有这个翟伟栋也说过一些激烈的话那但是他没有否认张占伟打了这个翟伟栋耳光这是，但是他讲的是双方发生了争执和冲突那么我们就把这事情分析一下张占伟，男，汉族，1963年10月生，河南颍川人都是河南人，但是他是颍川人。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历史系那么92年河南省纪委办公厅干事2002年升为这个研究室主任然后就是进入河南省监察厅河南省巡视工作办公室。2016年这个出任济源市委书记那么他是颍川人，去济源当书记，这是个外乡人那么这是一个翟伟栋男，汉族，1971年1月生那么河南济源人应该读济源济源人，他本地人89年12月参加工作，然后大学本科，现任济源市人民政府党组成员、秘书长，
市政府办公室党组书记啊。那么这件事情有几个要点啊。第一个，翟伟栋市政府秘书长，是市政府序列啊，秘书长本地人。那么他当然他是市长的人啊，你能做一个秘书长，那肯定市政府的秘书长，那肯定是市长信得过的人，因为你安排日常工作啊。张伟栋是市委书记，不是本地人，颍川人，就是外乡人，跑到当地做一把手，这是第二个啊。所以你可以看，发生冲突的是一个本地干部，一个外地干部。大家记住，本地干部跟外地干部在中国的这个县域啊，是个非常不说县域啊，是省一级领导应该这个影响就不太大，但是市级领导之以下，这个地域很重要啊，地域非常重要。那么当地的市委市政府有专门的领导餐厅啊，这文讲得很清楚啊，有领导餐厅，这个餐厅是领导才能去的，其他地方其他的人不能去啊。有领导餐厅，而且这个领导餐厅分成本地领导和非本地领导啊。那么可见本地领导和非本地领导已经不能在一个餐厅里吃饭了。你想想这是什么情况啊？双方这个矛盾很深，而且非常的激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地方政府的场景。地方政府基本上是这样，就是说地方政府的这种权力斗争啊，已经到了地方政府，特别是县域地方政府，他们的权力斗争跟省一级更高一级不一样。更高级的干部是更多的是在幕后进行斗争，争权夺利。但是你到了像这种几原市、这种地级市、县级市，他已经直接就是拳打脚踢的了，就有点像我们成年人呢会玩点权谋。你看小孩子之间，他们直接不喜欢你上去就打，基本上是这样。你看到县域的情况也基本上就是双方已经矛盾已经冲突到有本地干部有外地干部吃饭的了，已经到一个这样的地步了啊！这是个，所以我说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这种地方政府的这种场景，这是一个。第二个，大家有没有留意啊？这个张占伟去那里当书记，就是外地干部跑到一个地方去当一把手，这件事情通常是地方官场激烈冲突的一个现象。为什么？中国是个熟人社会啊，熟人社会的特点是什么？熟人社会的特点就是大家都是有关系，特别是你像到这种地方政府，相互之间都是有关系的，各种裙带关系。你一个外乡人跑到那里去当干部，你不是当一把手，你就很惨，你会被排挤，你会被边缘化啊，除非你上面有老大。但是其实也没有太大的用，因为县官不如县管，你不可能老大天天跑得来给你什么，你真正的日常工作当中还是遇到很大的困难。所以呢，但是情况不同的是什么？张占伟他去当一把手，他当一把手，大家知道，在中国的官场，一把手就有至高无上的权力，这个权力是非常大，是碾压型的权力。碾压型的权利，这就变成什么？本地的官员的利益就会被这个外来的这个一把手，大家正吃得高兴，突然来一个老大，就大家高兴吃着肉呢，你一口气把大部分的咬走了，你说这肯定激烈的矛盾、激烈冲突一定是在这里发生啊，这是一个，所以这种情形一定是当地官场那天天都在斗。无日无之，而且非常激烈。你作为外乡干部跑到一个地方去当二把手或者三把手，斗争没那么激烈。为什么？不用斗，一上来胜负已决啊，直接就不用斗。这个外乡人肯定会被不灭掉，靠边站是肯定的啊，这是一个情况。
那么这种情形你可以看，所以当天翟伟栋他是本地干部，他跑到这个非外地干部、非本地干部的餐厅去吃饭，所以这是为什么张占伟上来就说你是这个他是怎么说的？他说，你是谁啊？谁让你到这儿吃饭的？你不了解这个背景呢，你就觉得这个张占伟讲这个话是很无理的，这不认识这个人了吗？不是的，其实不是这样，他甚至可能是张占伟根本就不让本地干部到这个餐厅来吃饭，甚至有可能是这样，就是本地干部没有餐厅，没有专门的餐厅，有可能有两种可能性啊，一种可能性就是各吃各的，但是我看这个情况可能是没有，就是本地干部根本不能够进来吃，只能是张占伟自己带的干部来吃，可能是这样。所以他上来就说：“你是谁啊？你怎么在这吃饭？”这话是这么来的，就你一看这一接才能接得上。然后他说：“我为什么不能在这里吃？”哎，这不就这家不就开始吵起来，最后不就打了一耳光？这个故事应该是一个，就是这个故事应该大概是一个这样的场景。那么张占伟最后打了这个翟伟栋耳光，那么市委书记动手打人啊，这里面有两个要素。第一个要素，那当然他们之间冲突非常激烈啊，而且他肯定在之前双方已经有激烈的冲突，这不是仅仅是为了吃顿饭的问题，它背后是有原因的啊，有原因的，就是他们之前已经有矛盾，这个早餐只是过去矛盾的一次爆发啊，所以他们之间非常仇恨对方啊。那么这是第一个，第二个肯定当然不是为了工作了，工作有什么呀，对吧？你领导有意见，我按照你意见改不就完了吗？如果是仅仅是工作，那肯定中间有很多的利益啊，这些利益不可调和，就零和游戏嘛，你锅里面就这么多肉，你吃我吃，这不就零和游戏嘛？所以，那么一个书记打人，当然不仅仅是因为冲动的问题啊，那么他还有反映了两个思考啊，或者他脑海里有两样东西。第一个东西就是我想打就打，我有权利，我打了又怎么样？第二个就是我打了就打了，你能把我怎么着？大概是心里有这种两种想法啊。所以，你从我们为什么要选这个案例来说啊？就是其实这很反映中国官场的这些，这个场景很典型，这个场景非常典型，这个场景基本上是反映了中国地方官场上的一个常态，这是一个常态。打耳光，当然这个大家记得上个月吧。上个月有发生过一个什么事情，就是董事长用铁锤把这个总经理给打了，打伤了啊，大概就是当然都是国企了啊，国企，所以这是中国官场的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情况，什么呢？第一，权力斗争，基本上这个官场就是以权力斗争为主轴运行啊，这第一个。第二个吃相非常难看啊，就是大家想一下，就是我们经常看到的那种中国游客在海外吃自助餐的那种场景啊，大概就是一个这样的场景，就是这些官员们争权夺利啊，夺利的那个吃相非常难看啊，这第二。第三个，在官场上乌烟瘴气啊，就是各种手段无所不用其极啊，这第三个。第四个，最后会怎么办？最后叫政治解决啊，政治解决是什么意思？政治解决就是更大的官，他们比如说张占伟他背后的大官，或者是这个翟伟栋当然他背后没什么大官，但是市长后面有大官，他们得讲条件，最后政治解决
就是看怎么说。那么从目前来看，从目前形势来看，张占伟可能会吃点亏啊，大概是这样啊。这是第二个例子。第三个例子，现代孔乙己。我在网上看了一个小学生作文，他的理想是当一名房东收租。这篇作文其实应该我看了一下，这应该是一个这个就是假冒这个小学生写的作文啊。他说，我大概的念一下，我挑几段念一下啊，就是深圳租房的格局和其他别处不同，都是质量很差的回迁房，用板子隔出好多房间。来这边做工的晚上散了工，花2000多就能住上1个月。我从12岁起便和父亲一起去收租。父亲说我生得太傻，怕不是个读书的料，幸得家里赶上拆迁，学会加减法，能数钱就够了啊。然后孔乙己啊，他这篇文章是现代孔乙己。孔乙己是来这租房还带一箱书的唯一的人。他身材不高，戴着眼镜，穿的衣服又脏又破，似乎很久没洗。他对人说话总是满口弯句剪刀，让人半懂不懂的，这很模仿这个鲁迅的那个口吻啊。听人背地里谈论，孔乙己原来也是某工科985毕业，但毕业时没有出成国，老家那边又没什么积累，于是来一线城市谋生啊。旁边人问孔乙己，你当真是985大学毕业的吗？孔乙己看着旁的人，显出不屑质辩的神气。这完全是辩论啊，就是模仿这个孔乙己原文的写法，中间就很多我就不念了。最后是什么？最后要念一下，说这个孔乙己长久没看见到，没有看到了，还欠我1个月房租呢。我才觉得他的确长久没有来了啊，这原话都是照着鲁迅的那个口吻写的啊。然后就一个喝酒人说道，他怎么会来？他住院了。父亲说，哦，他之前回家相亲，可惜钱挣得少，嘴又笨，相亲对象没一个看得上他。孔乙己没有法，觉得天坑专业害了他，回来自学几个月，凭借着文凭硬是转了马。这一回是他自己发了昏，竟去了 PDD 的黄老板家打工去了。他家的钱是好挣的吗？后来怎样？先是116，后来是超级大小周，7乘24小时值班 ，HR 通过摄像头监控。后来呢？后来人晕过去，抬上救护车了。后来怎么样？后来谁晓得？许是猝死了吧？大约孔乙己的确死了。整篇文章是模仿鲁迅的孔乙己写的啊。他这篇文章想反映的什么意思呢？就是底层人民的苦难。读书目标是985，读完了985啥都不会，最后猝死在公司。这就是底层这些所谓的码农们啊，这深圳的码农们，那些住在城中村里的人，住在这些刚才说的这个板间房的这些人的下场啊。然后他也尝试通过一些场景反映社会大众的这种看客心理和麻木的精神状态。这跟当年这个鲁迅写孔乙己，写这个闰土，你现在看一下当时的这个场景跟现在这个场景非常一致，就是这种看客心态啊，麻木不仁啊。然后他还想讲，就是说一个孩子把自己当一个包租公作为一个自己的理想，这个社会那就失去了发展的动力了啊。那么当这个社会啊，整篇的这个现代孔乙己这篇文章啊，大家可以上网搜一下，我觉得应该很容易找到啊。当这个社会没有给每一个成员提供一个实现价值的阶梯，如果这个社会啊只是把他们当作
建设社会主义大厦的一个砖头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啊，这个社会是不道德的。那么我今天就把今天的主题，就是全部都讲完了。那么第一个是郑爽啊，郑爽跟张恒啊，这是你算是有钱人啊，而且他是个明星啊。明星在一个社会当中，明星的影响力非常的大啊，他基本上可以成为一个模仿对象，在西方世界啊，中国的当然是另外一回事。那么它其实反映了什么？一个明星他的生活状态，他的精神状态，他的追求，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就是官场啊，这个官场，这个书记打了秘书长一个耳光啊，那么官场的乌烟瘴气啊。第三个就是我们讲的是孔乙己，985毕业，最后猝死在自己的岗位上，住着城中村啊。大概是这就是一个中国的众生相啊，众生相。我想通过这个案例给大家呈现的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一个场景，就是说，在中共治下的中国社会啊，这几个场景都不激烈啊。其实就算是郑爽这件事情，郑爽张恒这个代孕这件事情也不激烈，都不激烈。包括这个书记打了这个市委书记是秘书长一个耳光，也不算很激烈啊，只是一个耳光嘛，不算很激烈。但是呢，你可以看到这非常典型啊，这就是中国社会的大体的样子啊。中共建政到现以来啊，那么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只做了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巩固他的权利啊，巩固他在从建政到现在，建政之前他只有一个目标，夺取政权。建政之后，他做所有的行为，包括这个搞社会运动啊，这个搞文革啊，这个叫什么这个反右等等一系列啊各种政治运动。包括到后来的改革开放啊，包括到现在的这个2个100年等等，其实他所有的这些行为，其实围绕着一件事情，就是巩固他政权啊。那么为了巩固政权呢，他2个手段，第一个手段叫暴力啊，暴力，其实暴力是贯穿在中国整个社会从上到下一言以贯之，就是暴力啊，一个暴力。第二个什么？洗脑，就是一是暴力，一个二是洗脑。那在这个过程当中，没有底线，没有道德约束，没有任何东西都可以放弃，只有一样东西不可以放弃，就是权力啊。所以它会带来3个后果。第一个后果，普遍性的贫困。就算是现在中国社会仍然存在普遍性的贫困。我们不能只看北上广深1线城市，包括2线城市，包括3线城市，你要看到广袤的内陆和农村，那存在的普遍的贫困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全社会的失德。你想一下，政府执政党他们没有道德底线，那全社会都失德，这是第二个。第三个，各个社会阶层的无序。我经常讲啊，就是说很多名牌跑到中国去卖的很贵，你在海外看它没那么贵，它为什么贵一点？原因很简单，因为它是标签，它跑到中国去成为一个标签化的产品。标签化的产品是什么？就是你为什么 Polo 的logo 做的这么大？你 Polo 的 logo 原来是只有这么小小的在这里，结果这个 Polo 标签变得这么大，贴在胸口，为什么？让别人远远就能看见这是一个穿 Polo 衣服的人啊，他大概知道他有多有钱，有钱到什么程度，他就是这个目的。那为什么背一个几十万、十几万、几十万的爱马仕？
你不背个这个，就生怕别人不知道我很有钱啊，我有钱，我能有钱到这个地步。中国人就他失序，就是说他没有办法让别人正确的评估他，因为大家都是没有秩序的，就是窜来窜去的，那怎么办？那我就贴个标签呗，反正大家窜来窜去也能看得到我真有钱，或者我有多有钱。所以你可以看很多的名牌商品跑到中国，它的情况和在海外是不一样的，因为中国的社会各个阶层失序，失去了秩序，这就是当今中国的一个现状。这个现状，对谁最有利？其实这种现状对中共有利，为什么？因为他可以做任何事情，他可以做任何事情，没有人谴责他，这就是最可怕的情况。这是中共想要的效果，就是大家既没有道德，也没有约束，也没有底线，就是他在做那些没有底线的事情。就刚才有网友说这个中国的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提出来说，这个要去美国调查这个病毒的来源的问题，这就是非常典型的没有底线的行为。就是你一个外交部的发言人，你已经到了一个就是这种胡扯到这个地步，他都完全没有心里完全没有任何约束啊，所以这中共就是一个这样的情况，他希望这种情况继续存在下去。这种情况其实是一个什么？就是一个丛林法则，谁的拳头硬，谁说了算。那么中共当然拳头硬，他政权手上握着枪啊，那当然拳头最硬啊，那我就说了算，你们都得听我的，你们不能够造次，就这个意思。这就是当今中国社会的面貌。我们今天主题就通过这3个事例来跟大家表达一个这样的看法，好吧？好，那我们今天主题就讲这么多，我们下面进入互动。进入互动之前，例行公事，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那么进入互动之后，请大家不要聊天，4个情况、问题、观点、情绪 ，OK 好吗？看看今天大家有什么高论呢？既然好吧。果喷水，谢谢李志毅，谢谢喜欢听王老师讲官场的故事，谢谢王老师，谢谢 Helen 张，谢谢每天早晨等候王老师的节目，星期日早晨也习惯等候，会心一笑啊，谢谢你的节目，谢谢 Helen。观点，我很佩服王老师把不同的现象连在一起讲，找出不同现象背后的共性是非常难的，需要专业的知识和长期的训练啊，谢谢啊。情绪，最近看到几则新闻都是倒胃口。四川师大教授因为遭遇暴力强拆而自杀堕亡，申诉了8年无果，一个大学教授律师都找不到办法保护自己那么实在是痛不可言。强国无声的杀人数不可恕，开启明智这条路还很长很长，也为王老师3观点赞 OK 谢谢。上行下效，中共不把人命当人命，底下的人民也不把自己的孩子当孩子，这个问题要上下一起解决。中共要下台，社会教育要恢复普世价值观，否则中国的前途真的很暗淡。情绪，王老师说的太对了，当今的社会问题就要从上到下的道德败坏，共产党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人来管理和教育，非常正确。共产党的他的整个价值观是非人性的。你想一下，一个政党从他建政开始就批判人道主义，你想你见过这个世界上有任何一个政党，当然也包括这个苏共啊，一个政党去批判人道主义的时候，说明什么？说明他不人道嘛。不人道是什么意思？不人道简单的讲，用大白话讲就是没有人性嘛，对不对？你一个批判中共批判人道主义批判了这么多年，我读大学的时候就批判人道主义，那个时候流行，那个时候文学叫人道主义文学，
像张杰啊，像这个牧马人作者叫什么来着啊？哎呀，我都忘记了啊。那个时代所谓的人道主义文学或者伤痕文学，其实讲的都是人道主义。讲人道主义就是讲中共的不人道，没有人性嘛。中共的很多事情是没有人性的，上山下乡啊，文革啊，反右啊，这都是违反人性的，所以不人道啊。观点人性的恶，哪个民族都曾经有过，哪个国家都曾经有过，只不过经过长期的文化教育和人性道德教育，有些国家和民族改正了，中国还没有。国内有些人已经觉醒了，有些人还没有，非常对，非常正确。但是你说有些人还没有，不是的，是大部分人都还没有啊。但是你这段话写的非常好，我很欣赏啊。情况：初中时隔壁一对教师夫妇高龄怀孕，结果因为医生失误，小孩子出头时额头有个针眼仪器。有个针眼遗弃小孩在医院不要，找医院赔偿。后来听说小孩子在医院2个月死了。这件事情当时邻里经常议论起，但大家表现出来对这对夫妻的同情。现在想想，这对夫妻挺狠心的。好多中国人的三观真有问题，就是生个孩子有缺陷就不要。这个在中国的医院你去看一下，你去妇产科医院看一下，你就知道。所以我刚才讲的那个话有些极端，有些激烈，但我认为是真的啊，我认为是真的。观点：王先生对于汉族的看法，我想如果长期观看节目的人应该明白，这是社会制度导致的结果。我们的历史从秦朝开始集权的同时，文化等各个方面越来越禁锢人们的思想，一切以维护王权为中心，去奴役老百姓。这种极权主义导致的君臣思想无孔不入地嵌入到方方面面，所以我们把孩子更多的当成是附属品，而不是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对待。长期集权的地方都有这种现象，只是我们比别人更长更彻底。王先生的论断也是基于这个背景导出的结论，非常正确，谢谢你。观点：从小在文明国家长大的人，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和其他当地人是看不出本质区别，这不是民族的差异，而是蒙昧和文明的差异。非常好说的。大陆汉人对待孩子的态度不仅仅是对待孩子的态度问题，而是整个的对待人的态度和文明世界存在的严重差异。这是迫害体制建立互害社会的结果，非常棒。而所谓的启蒙运动，所谓文明，本质就是把人当人。缺少这种意识，不只是对孩子，也不只是对老人，对所有的人类都是类似的。很好，很棒，这段写得很好，很有力量，非常有力啊！观点：3年在饥荒中，女婴死亡率远远高于男婴。计划生育之后，中国大规模流产女婴。现在中国男性人口比女性多3400万。有名的福州婴儿塔就是将遇溺杀的婴儿放在其中，任其自生自灭，而这些婴儿多以女婴居多。希望国人在谴责郑爽的同时，反思这个沾满鲜血的民族。非常正确。情绪：清末来到潮州的传教士发现，人们时常会把女婴扔到池塘里淹死，就在岸边挂上带有小棚子的竹篮，希望人们把遗弃的女婴放在里面。照片上说明的是，这是一个收集人们不想要的女婴的篮子。照片令人极其痛心。郑爽全家的无人性在中国由来已久，不把人当人，刚出生的婴儿更是没有人权。看的人真的心碎啊。情绪：中国对孩子的态度简直是反人类的。我还记得在幼儿园的时候，由于我5岁的时候总是想上厕所，于是孩子就让我做痰盂，不让我午睡，回去告诉爸妈，爸妈就去理论，结果第2天我就被找个理由在我眼皮上抹了风油精，最后只能托人换幼儿园，也没地儿说理。我可是在上海，
外地大概更差了。小时候不懂，现在回头看看，真是恶从胆边生。我们家娃是在这个国际学校读的幼儿园，就是说你可以看到很大的差别。就你看那个幼儿园的老师，他们抱孩子，他们对待孩子的态度，你从眼睛你可以看出来，他眼睛里都是喜欢，他是真喜欢小孩。我也很喜欢小孩，我跟小孩可以玩2-3个小时，几个小孩我们可以玩2-3个小时。就是说，就我不理解，就我经常觉得很不理解，就是说。当然你可能当幼儿园的老师是一个职业，但是你可以选择别的呀。如果你真的不喜欢小孩，对吗？我不知道怎么说，不知道怎么说，无语啊。郑爽这件事情让我想起那些为钱卖卵的大学生，虽然是一个是花钱，一个是挣钱，但是性质是一样的，就是对生命毫无感知力。一个卵子只是达成目的的手段而已。郑爽可能觉得岁数到了没孩子不行，孩子对他来说可能是人生标配的一部分。观点：中国人能变成今天这个样子和教育有莫大的关系，总是要树立阶级敌人。文革从来没有过去，容不下一点不同的思维方式，就和正常的世界的国家不一样。有的人出了国脑子还是那一套，出国交中国朋友你不会有任何的进步。多去和不同的国家的人交流，人会变得包容和平静。中国人真的是永远在斗，只会窝里斗。去了美国就从川普选举中就能看出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很多这种现象啊。观点加情绪，中国社会现在的价值观非常扭曲，媒体应该有非常大的责任。我昨天下载了网易新闻客户端，除去真假参半的时政新闻，社会新闻充斥着仇富、炫富、娱乐至上、笑贫不笑娼等这类的情绪。除了郑爽，这个几乎所有人都聚焦在代孕上，弃养以及孩子如何抚养很少人提及。前天还有痛恨已经确诊兼职妇女的新闻，诸如此类，很绝望。这样的社会价值观需要多少代人才能回归正常？我有的时候我会去看一下网易，有的时候会去看一下这个头条新闻啊，今日头条，那么有的时候会去看一下新浪，这个网友说的非常的对，就是说现在的中国的这些新闻网站已经变成一个，我讲个难听一点的话，已经变成一个粪坑了啊！真的已经变成一个粪坑了。观点：鲁迅笔下的人物至今没有在中国的精神世界里消失，没有民主的治下，毫无社会道德和信仰，无疑被共产政权的巩固地位的洗脑过程中，他并不希望人民开启思考和良知启蒙，因为这会丢掉他的权利。非常正确。观点：现在很多国人唯一的价值观就是不择手段的挣钱，靠财富支撑内心的安全感。这代人没有形成让后代敬仰的价值观，没有贵族的担当，也没有世人的气节。他们唯一的乐趣和尊严就是我比你有钱，我过得比你好，还有一点，我能干你干不了的事情啊！就其实很多中国人是喜欢排队是吧？我不排队，我打个电话找个熟人，我直接在前面把事给办了，这个很有面子。中国人喜欢干这种事情，中国人有钱了喜欢干别人干不了的坏事啊。观点：人有两面性，一面动物性，自私、攻击、冲动、蔑视生命，生活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丛林社会；另一方面是人性、同情、正义、理性、反思、自治、自尊自爱。人的成长过程就是逐步克服本能的反应，逐渐理性反应的过程。中国的教育一直是推崇动物性，推崇观感享受，从来没有重视人性教育。我们需要通过理性大脑反思我们的基因、文化、家庭、教育、社会给我们灌输的潜意识。
如果没有这些反思，我们只是一群没有意识的动物而已。非常正确。情况坐标西南小镇，初中班主任的头胎是女孩，生下来直接扔猪圈里弄死，基层干部没底线，共匪更是断子绝孙啊。观点：时隔10几年，大头娃娃全卷土重来，从奶粉到婴儿霜，从疫苗到菜篮子，从医院到学校，从法院到政府，悲剧不断上演和被重复。道德这个词一旦被人提起，除了让人觉得提起他人的幼稚，既然没有人觉得他的缺位，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笑贫不笑娼，从摇篮到坟墓，活不起也死不起，对祖国的未来很悲观。这个文字很好，这段文字写得很好啊。情况：前几天还有激素宝宝面霜事件，宝宝面霜里添加了强激素，导致数个宝宝脸肿、重毛、发育迟缓、肥胖，触目惊心。观点：墙内目前主流的三观不如70、80年代，在追逐金钱的过程中，让人遗弃了基本的良知和变得丧尽天良。我很理解王先生的极端。墙内主流媒体因为它的根是烂的，朋友帮我翻墙后，我用一扇窗来形容他对我的帮助啊，谢谢。情况：表妹要打胎，她妈妈说不能要小孩，你们生完小孩后看谁看孩子，最后还不是扔给我。其他的亲友也都七嘴八舌的说各种支持打胎的话，理由是现在哪有那么多钱养孩子，工作这么忙，哪有时间照顾孩子，所以结论是打胎。没有人认为胎儿是生命啊。观点：我们大多数大陆人从小就被教育要成为人上人、有钱的人，学校的教育不是教育你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观点：我们应该多反思自己，多睁眼了解外面的世界，再理性分析，自己去辨别和验证真伪，每天都做更好的自己，千万不要靠本能生活。很对。观点：中国人被排斥很大原因是因为中国人干活时不把自己当人看，也不把别人当人看，不参与其他移民的平权运动，也从来不搞试图融入当地社会。实际上最排华的并不是所谓的高档白人，而是其他族群的移民。中国人不把自己当人看，别人就把你当怪物看。观点：在医院生个缺陷的孩子就不要了，当然很大原因是良知道德问题，但还有一个原因是社会保障几乎没有，一场大病就能让中等收入家庭倾家荡产，负债累累，何况一个要负担一辈子有缺陷的儿童，落到自己头上，那基本给全家未来判了死刑。这种事例太多了，家长也被现实教育怕了。当然我们每个人在做一些不那么光彩、不那么体面的事情的背后，都有一些原因。那么如果没有原因，谁愿意做呢？那不会的。那么我们不能因为有一些原因，我们就做一些不体面的事情。一个体面的人，就是不管什么原因，在任何情况下，你都做体面的事情，你才会成为一个体面的人。所以我们都要做一个体面的人观点：网上有人写文章说，为什么被打耳光不能打回去？核心的原因是放不下体制内的利益。我的观点：张敢打是因为打了就打了，翟不敢打回去，因为打了要吃更大的亏。双方做出的选择不会考虑道德因素，这在中国是国情，实用至上，崇尚权威，不知羞耻。崇尚不是权威，是权力他没有权威，他只是因为他做书记基本上是这样，我同意观点：中国还是皇朝统治的那一套，出身身份决定一切，你在哪里吃饭，坐到哪里吃饭，能点什么菜都有一定的规矩，不光官场这样，民间吃饭也这样，什么座位排序，离门近远近，规矩都是一套一套的观点：从疫情的角度来看，
实际上中国老百姓很聪明的，只不过是精致的利己主义的聪明，不是大善可悲。我不觉得中国人聪明，我一点都不觉得中国人聪明。你想一下，一群中国人聪明的中国人能把中国搞成这个样子吗？中国人不聪明。中国人聪明是自己给自己的心理上的安慰而已，就是给自己找个理由。中国人喜欢钻空子，中国人喜欢这个，你以为别人看不到，别人是看到了不去做而已啊。所以这不就中国人自己夸自己聪明啊，这肯定本身就是不聪明，你说呢？观点：中国没有教育，只有洗脑。作为一个从中国出来的人，非常珍惜来自不易的自由。在国外上课的时候，接触了西方的普世价值，而且在墙内看到很多中国看不到的真相，墙外看到很多中国看不到的真相，所以下定决心，读完书一定要移民，不想让自己以后的小孩生活在这种环境中，为子孙后代造福。OK， 明谢 Sophie 萌，谢谢 ABC123，谢谢 Daniel 谷，谢谢。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感谢大家的参与，我们下个节目再见。再见之前，请大家点赞，请新来的网友订阅，请大家加入我们的会员，支持我们做更好的节目，做更好的自己。谢谢大家，谢谢。我们今天有很多很精彩的观点，所以我还是希望各位网友尽量的参加我们的直播给我们直接提供这些有价值的观点，非常不错，非常好，谢谢。